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半年时间，总统拜登的民调却因应对新冠疫情不利和高烧不退的通胀而不断探底。美联储周三宣布加息50个基点，这是美国22年来最大幅度加息动作，证实美国经济陷入短期滞胀的风险增高。更令拜登头疼的是，美联邦最高法院一份涉及推翻女性堕胎权的判决意见草案曝光，在美国掀起近期最大的示威浪潮。美国正在经历40年来最高的通胀，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高达8.5%，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平均目标。但事实上，多位经济学家早就指出，新冠疫情2年多以来，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连续开启注水模式，大肆印钞发钱，是导致当前美国通胀高烧不退的根源。在特朗普政府疯狂印钞4万亿美元之后，拜登上台后又加印3万亿美元，并向经济注水1.9万亿美元。这确实令美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数字比较漂亮。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疫情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为4.2万亿美元，现在是8.86万亿美元，2年翻了1倍多。根据上月底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起的最新民调，高达94%的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68%的民众对拜登处理通胀的方式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在严重的通胀问题下，拜登政府似乎正走上不归路。美国公众对其经济政策失去信心的程度已接近无法逆转，让民主党面临迫在眉睫的政治灾难。分析认为，除了疫情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大水漫灌式经济强刺激政策，对华发起的关税战以及对俄制裁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的原有平衡，也反噬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2022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为负1.4%，而美国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死亡人数突破100万，对后期的经济运行压力仍然很大。金融分析师普遍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短期的滞胀，如不加以控制，美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所谓经济硬着陆，指的是经济陡然下滑。世界银行就曾不点名指出，一些疫情持续失控且通胀压力难解的经济体将有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而更可怕的是滞胀，这是一种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在疫情未受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3重夹击下，拜登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想挽救经济，就要印钞；想抑制通胀，就要减少市面上流通的通货。主要手段就是加息。美联储周三宣布了22年来最大规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0.75%到1.00%区间。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nd we understand the hardship it is causing, and we're moving expeditiously to bring it back down. We have both the tools we need and the resolve that it will take to restore price stability on behalf of American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现出对控制美国通胀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信心，但多名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对高通胀的反应太慢。曾在美联储工作近40年的乔治梅森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霍尼格表示，美联储的动作远远落后于通胀的涨幅。他还警告，如果用非常大幅度的加息来冲击经济，就是试图用另一个错误来纠正这个错误。美国经济将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对现在来讲，我认为是说，在选举之前，拜登一定还是会再会这个提高利率，就是希望能够让通货膨胀降下来。近期，鲍威尔的现任财长耶伦提出了解决通胀的快速有效办法。他指出，开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额外关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现在需要重新评估对华贸易问题，其中降低关税将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作为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上周宣布，2项高达25%的对华额外关税将于今年7、8月份到期，目前正在重新复核。美国媒体认为，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来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舆论认为，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下，拜登政府似乎正走上不归路。美国公众对其经济政策失去信心的程度已接近无法逆转。那对此您怎么看？
我认同这个判断，也就是拜登当前民调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这将严重影响今年底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年后的总统连任计划。不过，我同时认为，拜登政府当前面临的问题，绝非仅仅是只有通货膨胀。要是只有通货膨胀，那问题还相对好办。更为关键的是，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同时，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征兆。上个月的 GDP 非常意外地录到了 1.4% 的负增长。而通货膨胀与经济萎缩这2样东西加起来，就是我们俗称的滞胀。更为要命的是，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当前的经济滞胀似乎还是无药可医的。根据过去的老黄历，一旦美国经济面临问题，出现衰退迹象的时候，美联储的绝招就是开出马力放水，然后由全世界来买单。但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这一招已经不灵了。因为导致当前美国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过去的疫情期间，美联储放水放出来的。继续加大放水，只会导致通胀进一步失控。反过来，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应对通胀，唯一的办法就是加息与缩表。但是当前导致美国通胀还有另外2个原因，一是全球疫情防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二是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高企。这些都是单纯通过加息与缩表无法解决的。而且过于激进的加息与缩表，还会让美国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衰退。那在您看来，美国经济陷入如今的困境，拜登本人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跟特朗普执政时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过于看重美国利益，尤其是美国经济利益相反。拜登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过于热衷于国际政治，热衷于要恢复与重振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过于热衷于所谓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满脑子意识形态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是导致了美国今天的经济困局。我们知道，经济要发展，需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经济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让资本、人才、技术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的流动。而搞意识形态新冷战那一套，这是要划分敌我，甚至是要与他国为敌的。这跟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会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其中的典型表现，一个是拜登上任以后，居然全盘继承了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经贸战与科技战，一方面继续推动中美产业链脱钩，另外一方面继续维持着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全然不顾美国国内通胀高企、民怨沸腾的现实。另外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不仅利用美元作为武器打击了俄罗斯的金融业，而且跟欧盟一道停止了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进口，使得当前全球的通货膨胀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一意孤行，不仅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要承担因此而带来的经济与民生后果，而且他自己以及民主党也要承担因此而带来的政治后果。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动荡，说明这些后果还在进一步深化过程当中，大家都要为此而做好最坏的打算。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方表示，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军事行动暂停，开放为期3天的人道主义走廊，但乌方否认俄方说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俄乌双方也各执一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冲突长期化、扩大化的迹象令人担忧。他强调，世界不需要新冷战，世界承受不起更大的动荡和分裂。事实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约无底线东扩。
周四，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乌克兰的战事持续2个多月，战火多延长1刻，民众痛苦就多1分。冲突长期化、扩大化的迹象令人担忧。必须指出，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冲突之中没有赢家，对话谈判才是化解争端的必由之路。俄罗斯、乌克兰在前期谈判中已经积累了一定基础，应该克服困难，继续谈下去。国际社会要为俄乌谈判创造积极条件，多做有利于政治解决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北约理应审时度势，做出必要调整。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有效管控乌克兰冲突的负面外溢影响。中方郑重倡导谋求世界和平的长久之道，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在欧洲甚至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挑起阵营对抗，制造紧张局势。美北约应该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点实事。好，香火艇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今天，美国媒体密集爆料称，美方对乌军导弹攻击莫斯科号巡洋舰得手提供了关键信息，但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却特别发声明否认，称美方没有提供特定定位信息。对此您怎么看？俄乌顿巴斯会战陷入焦灼之际，更加敏感的是，在莫斯科胜利日大阅兵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之际，美国媒体在密集报所谓美方对乌情征支持的猛料。我想，这本身就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个动作。昨天《纽约时报》率先爆料说，乌克兰军为何在前线屡屡绝杀俄军的将领得手呢？因为美军提供了高效实时的战场情报支持。今天，美国 NBC 电视台最先爆料说，美方为击沉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提供了关键的信息支持，而俄舰自身的雷达防空系统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很大可能性是被乌军部署上阵的土耳其制的骑手无人机所牵制了。美媒这些个战场猛料到底是如何拿到的呢？当然是五角大楼内匿名人士的定向爆料，明明是实锤的事态，科比为什么要发声明来否认呢？这让我想起了此前《纽约时报》的爆料，美国中情局早在去年底就已经做出情报判断，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打击。那么此后呢，美防长以2周1次的频率召开跨部门的协调应对会。美报声称，这些个会谈它的头号主题始终不变，如何避免和俄军发生正面冲突。那么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科比要假模假式发所谓的否认声明了。好，谢谢管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防长奥斯汀本周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期待在6月份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见到中国防长魏凤和。这距离4月20号奥斯汀主动邀请中国防长通话，仅仅过去了半个月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在释放希望会晤信号的同时，还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甚至用步步紧逼的挑战来描述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美方应该停止拿中国说事，为自身提升军费、扩张军力寻找借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期间，多次提及中国。他强调，五角大楼的主要军力布局仍锁定制衡中国。And in that strategy, Senator, China is listed as our pacing challenge, and Russia is cited as an acute threat. And again, we believe that we're going after the right things to ensure that we maintain a competitive edge going forward. 奥斯汀称，美国已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投入60亿美元。为配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内容，美军未来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基础设施、军事存在和备战能力，包括在关岛的导弹防御系统。
周二举行的这场听证会，主角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主要就2023财政年度拜登政府提出的77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接受议员质询，所以他们要竭尽全力为高额的国防预算提供足够的理由。针对奥斯汀在听证会上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称，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美方应该做的是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执念，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力量发展。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拿中国涉事儿为自身提升军费、扩张军力寻找借口。实际上，美国军方拿中国作为借口索要军费已经是老套路了。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周三在出席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时的核威慑风险增加，妄称中国未来可能会利用核胁迫为自己谋利。我们注意到，像这样耸人听闻的炒作中国核威胁，实际是为美国核扩张提供借口，而这已经成了美方驾轻就熟的操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回应称，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一直将核力量规模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美方官员应立即停止这种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把戏。这名官员在渲染了所谓的中俄核威胁后，再次呼吁美国发展新型低当量核武器。他为美国扩张军力摇旗呐喊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来源。作为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上个月曾在国会闭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战略核武库的惊人扩张对美国而言是快速升级的风险。3月，他还称自己非常担心中俄两国可能的在核武器上的合作。在理查德密集的恶意渲染中俄核威胁后，拜登政府近期提交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草案中，美国核武库维护和升级预算达到344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277亿美元大幅提升。分析指出，美方在坐拥全球最庞大核武库的基础上，耗费巨资推进核武现代化，还不断给核武器的使用松绑，由此带来的战略误判风险将是难以估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拿所谓中国威胁作为扩张军力借口的同时，美方还释放了希望中美两军保持沟通的信号。周二的听证会上，在回答来自民主党参议员范恩斯坦有关不久前美中防长通话的问题时，奥斯汀表示，希望未来能持续和中国解放军高层保持沟通。Well, Senator, this is the first of what I hope will be many conversations. But again, we both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maintaining open channels, and we both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so I look forward to again engaging him in the futur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I'm sure I'll see him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coming up in June.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受疫情影响，香会连续2年取消举办。今年的香会定于6月10号至12号举行。如果今年香会如期举行，确实为中美防长首次会晤提供了可能性。2019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率团出席香会，那是时隔8年，中国防长再次率团出席。今年4月20号，魏凤和应约同奥斯汀通电话。观察指出，保持中美两军高层沟通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奥斯汀对外释放出的信号有一定积极意义，一方面想保持两军关系正常稳定发展，同时也想借此了解中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策立场，避免发生误解误判。在军事上呢，可以说目前中美双方两国军方保持一种密切的沟通，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少有亮点之一，这也是双方有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个必要的
渠道。有学者指出，不能指望中美仅靠两国防长沟通就解决彼此面临的重大安全和防务问题，因为对华合作与美国国内当前的政治氛围相左，双方可以合作之处在于降低两军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在此前历次相会上，中方代表团团长也会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代表团成员会晤，增信事宜。面对面的闭门交流会更为坦诚，双方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诉求，讲清楚底线，避免误解误判。如果双方都有深入交流的意愿，可以涉及很多问题。在台湾、南海等涉及切身利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让美方打消妄想，对中方国家利益保持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呢，鉴于美国方面对中方存在严重的这个战略不信任感，所以也是通过密切的沟通来向美方明确传达信息。好，商务厅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国会听证时称，期待与中国防长在相会见面，但他再次鼓吹中国是所谓紧迫挑战，对此您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香格里拉峰会的主办机构啊，英国智库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也就是 ACE， 它呢已经正式官宣，那么今年的对话会将会于6月10号到1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那我注意到呢 ，ACE 在相会的官网首页发布的这个往届重磅发言者名录呢，中美防长的照片都是在列。那么除了魏凤和，主办方收录的是特朗普时代的首任防长马蒂斯。如果奥斯汀期待的中美防长线下会晤实现的话，那么这势必会成为本届相会的头号新闻，也是最大的看点。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中美防长都确认参会。我个人认为呢，奥斯汀早早喊话期待相会见面，也是呢美方对于两国防务高层保持常态交流意愿和显著重要性的再度的确认。那么不少媒体都注意到，奥斯汀他在国会听证时啊，再谈紧迫挑战的老调。说他是老调呢，奥斯汀在五角大楼履新的第一天，他的内部讲话中呢，就把中国描述成 The Pacing Challenge， 要求五角大楼全员聚焦 China China China。那么奥斯汀的这一提法呢，也已经写进美国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那么唯恐正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令到美国媒体舆论失焦误判，奥斯汀和参联会主席米利都在听证时确认说，俄罗斯是美方所谓的紧急威胁，但是呢，中国才是长期挑战。他们的潜台词再明确不过，哪怕战事已经打响，在美国假想敌的名单上，中国呢依然是排在最靠前的位置。我想这恐怕也意味着，如果魏凤和确认参会，那么中美防长真的能在相会场外进行会晤沟通，那紧张气氛恐怕是免不了的，甚至不排除会发生激烈的交锋。在我看来，奥斯汀这样一种取态呢，并不矛盾，这实际上也是美方的一贯的做派。美媒此前呢也曾爆料，俄乌战事打响之后，奥斯汀和米利一直都在寻求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以及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通话，但是呢，美方的沟通努力未果。除了奥斯汀，美军高层这几天在国会听证时都在大肆鼓吹中国威胁。米利也声称，中方计划在2027年具备武统攻台能力。对此，您有何观察呢？米利就涉台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中国大陆军力的鼓噪，当然是为美军新年度超过770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军费预算在背书。米利的涉台表态，昨天也是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被各方记者追问的一个焦点。有挑事记者在刻意追问说，美方现在集中全部资源在援助乌克兰，那么一旦大陆发起武统，美方是不是有能力做出应对呢？对此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他也大谈美军超大规模的军费，大谈用军费堆起来的美方所谓的集成威慑，包括美军7大海外同盟体系中5个在印太等等。此外呢，科比他也提醒记者说，米利评估的是所谓的 capability， 也就是所谓武统战力，而不是 intention， 也就是武统的意图。那么美军高层在国会听证对华说了一系列的狠话，甚至呢，美军战略司令理查德周三更是在参院军事战略委员会首次听证会上危言耸听，
警告说中国核武发展轨迹已经在预示美国对华正陷入到所谓核威慑危机中。那么对美军高层中国威胁论的密集的鼓噪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信息很明确。首先，美军将中国作为首要对手，作为头号假想敌的这个战略定位不会有任何的调整。美军持续在为此建设军力，在拉帮结派。其次，美军避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的这个底线，也就是拜登所谓4不1无意承诺中的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同样不会有任何的动摇。这呢，也是在中美两军关系全面承压、持续紧绷之际，为何奥斯汀他仍然要提前喊话，期待在相会上见中国的防长。好，请管尧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经过50多天的争分夺秒、日夜奋战，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设施顺利竣工。周五2个项目的交付仪式在深港两地同时举行。在河套分会场，一线建设者再次 C 位出行。我宣布，中央原港应急医院、落马洲方舱设施顺利竣工，全面交付。请河套会场中建科工组经理戴立先与深圳市建筑部署副首长杜伟平代表双方进行交付。周五下午，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南侧正门前，建设者代表们意气风发，50多天的不舍昼夜，已经让这座曾经的荒岛焕然一新。我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原港应急医院 A 区，干净整洁的负压病房以及各项配套设施都已经准备完毕。而作为最核心的部分之一，负压病房重在负压2字。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气压-5帕的医护人员走道，进入到气压-10帕的缓冲区，从而再进入到气压-15帕的病房内。正是通过这样的气压梯度差，可以有效防止病房内部有感染风险的空气流向外部，在整个应急院区内实现闭环管理。在香港疫情高发、抗疫形势异常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中央决定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原建应急医院和方舱设施，其中应急医院占地面积 15.7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19 万平方米，包括10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含3间手术室和100张 ICU 病床和放射科、检验科、中心供应、输血科等医技设施，以及药房、污水处理站、氧气站、负压牵引站等医疗配套设施。方舱设施占地面积 18.4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21 万平方米，可提供10056张床位。此外，项目还有充足的生活配套设施，包含宿舍、综合门诊部、厨房及供餐设施、仓库、指挥中心和2栋办公楼。应急医院于2022年3月6号动工，4月20号竣工验收，历时46天。落马洲方舱设施于3月22号开工，4月25号竣工验收，历时35天。2项工程共历时51天。所以我们这1000个病床里面有30%的比例就是配备的这种高流量的氧，所以说这个也是应该说也是比较高的配置。还有这个100床的 ICU 病房，相对于1000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医院来讲，这个比例达到10%，在国内的医院里面讲，应该也算是比较高的。我们2个月的时间2万多人300多家企业一起在这里能够做成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大家都认为是创造了一个这个建设的奇迹。中央在河套地区的原港项目建设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首先是防疫难度大，2万余人的施工现场一旦发生聚集性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工程将难以为继。第二是工程难度大，建医院不同于建房子，建负压病房医院又不同于建普通医院。此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封闭运行的要求，决定了医院的医技功能、医疗配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必须自成体系、齐全完备。第三是地质构造差，河套地区原本是鱼塘和烂泥地，到处是软土地基，相当于在豆腐上建房子，地基处理耗时费力。第四是交通压力大，项目地块被深圳河包围，是一座孤岛，
围网封闭之后，所有的物资、设备和人员只能通过深圳侧临时建造的钢栈桥出入。项目内侧由于没有任何配套的基础设施，内部循环依然捉襟见肘。第5是生活条件苦，由于跨境及防疫的要求，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所有的参建人员都必须住在现场。因工期紧张，现场没有时间搭设临建，全体参建者前期只能住帐篷、吃盒饭、打地铺，加之适逢深圳雨季，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最终在2万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工程建设和疫情防控的河套奇迹，展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你们以时间赛跑，以疫情抗争，以暴雨较量，用平凡铸就了伟大。与4月7号应急医院一期交付仪式相同，在周5的仪式现场，最热烈的掌声依然送给了建设者。几位一线施工人员再次被安排在了第一排的最中央，这已经成为河套的传统。确实一路走来哈，确实也是挺感动的，是吧？这么多人哈，在这里哈也是51天把它建完了，就是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自己感觉很欣慰。也比较好啊，那个骄傲。如果维保这方面我还是可以愿意留在这边，继续在这边守护这里。看着拔地而起的方舱医院，我感觉很自豪，很光荣。我感觉我在这里的汗水没有白流。而且我们作为国企的员工的话，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份担当吧。在建设期间，深圳市还经历了一波疫情来袭，全市克服巨大压力，成立由18家单位组成的专门服务援助团队，抽调100余名业务骨干，成立项目指挥部，扛起负责组织承建方、监管方等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战斗，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建医院，我们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也保护为我们香港人民的这个疫情防控应该更有警惕更有信心吧。在香港特区政府会场，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线上出席了交付仪式。香港面对严峻的疫情，隔离和治疗设施严重的不足，形势非常的危机。中央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我们再一次的见证了中国的速度和国家的积极，在未来。我们会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把有关的设施用好。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在香港中联办会场发言时提到，不到2个月时间建成的高品质生命之舟，充分彰显的是一国两制的巨大优势。但疫情还没有过去，还存在着不确定。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设施的全面竣工交付，必将进一步增添特区政府抗疫防疫的信心、底气和能力。此次深圳卫视直新闻也派出了报道团队，从入岛第一天就坚守在中央援港项目建设现场，与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至今已超过60天。期间，记者陈晨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个个紧张瞬间与感人画面。他也在周5作为驻场媒体代表，与建设者们一同见证了交付仪式的举行。下面就一起跟随他的视角，来回顾一下这2个月的点点滴滴。大家好，我是深圳卫视记者陈晨。现在我身处的就是落马洲河套地区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工程建设现场。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5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大部分工人依然只能住在这样的大帐篷里。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他们以往的项目无论是多么紧急，人来了其实都是有住处的，不管是临时建筑、宾馆还是民居。但是唯独这个项目，3月6号的0点整剪开铁丝网，所有的人来到一片4面环水、渺无人烟的地方。不仅没有零件，水和电都无法满足正常需求。这意味着什么？只能住帐篷，手机要省着用，上厕所不方便，洗澡不可能。我们的工地生活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尽管与泥沙和烈日相伴，但飞速的施工进展成为了我们拼命工作的力量源泉。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6天。现在是晚上8点，我脚下这片灯火通明的地方，在一顶顶白帽子、黄帽子的步履匆匆中，
在各种重型机器的日夜轰鸣中，已经从第一天的荒地变身为如今结构明晰的工地现场。落马洲河套地区非常漂亮，它的东边是绿色绵延的香港铁坑山和蛇岭，西侧是深圳狭长的市中心建筑群。站在河套，有一种被自然和城市同时拥抱的感觉。那天我抱着电脑坐在刚刚浇筑完成的地面上看了日落，最好的状态不过如此，胸中有底气，眼前有美景。然而3月14号，深圳全城按下慢行键，随后全国多地都出现了疫情。那天我十分为这项工程担心，在30天的施工计划表中，他们没有给自己留1天的缓冲时间，不容自己犯错，更不容外界干扰。可是如果干扰还是来了呢？我今天就遇到一位 ICU 病房的建设者，他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家供应商因为当地的防疫要求而突然停工。他们采购的部件呢，要么根本无法出厂，要么出厂之后受到物流影响而不能迅速运抵深圳。那么不管是人等零件还是零件等人，都会导致工期进一步紧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焦灼中度过，但施工人员的坚韧与互助，则让我看到困苦时光里的人性光辉。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11天，也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所有的地基、地面作业已经完成，我们全面进入到下一阶段，也就是管道架设和箱体的安装。我看到有年龄相当大的管理层人员，刚开完会就主动说要去熬夜指挥交通。我还看到有工长说，今天不赶进度了，要找出时间去关心工人的生活起居。千头万绪，见招拆招。在工地的这些日子，我就想当我们开玩笑说基建狂魔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项项超级工程的名单。背后更能看到中国人最朴素的责任感和同理心。随着工程的推进，我们团队和工地上的人都混成了好哥们儿。他们会跟我们讲许多医疗建筑的知识，我也从中了解到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设施的建设标准原来这么高。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12天，我身后的这块就是 ICU 病房区域。那么今天我见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雷神山医院 ICU 病房的建设者，他告诉我这次的建设与当时有很大区别。工艺流程不仅仅是满足能用达标的条件，在外形美观上材料的精细化上都可以与业内的精品工程比肩。由于工期紧张，现场多线并行施工，工作环境十分艰苦。有负责人跟我说，他们很心疼。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建筑工人算是我们平时见到的最能吃苦的人了，他们都觉得苦，该有多苦？最让我担忧的还是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因为那天我看天气预报说，再过几天就下雨了。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19天，一场预料之中的大雨终于还是降临了。在一河之隔的市区那边，再平常不过的雨，落在这片土地上，却几乎要带来一场灾难。那么因为这里没有排水的基建，对于雨天是没有免疫力的。一部分工人搬到了刚建成的箱体宿舍里，一部分帐篷搬到了临时腾挪出来的硬化的地面上。雨靴、雨衣和彩条布正在发放，被褥打湿了也要替换成新的。我在整个过程中看到了，在面对自然条件的严重冲击时，现场人员的自救和他救能力。他们如你我一样，面对困境也会沮丧、会恐慌，但好在温暖会相互传递。在源源不断的帮助和抚慰中，他们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耐心和毅力。有条不紊的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市政项目开始推进，我也突然开始发现，这里建了那么多宿舍、仓库、厨房，还有化粪池、蓄水池、消防等等配套。尽管我们此前的报道中常常强调医院的病房数量，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应该算是一座功能十分完备的、可以独立运转的社区。今天是5月6号，项目已经完全交付。距离3月6号我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整整是2个月的时间。从混乱到有序，从嘈杂到安静，从飞尘到整洁。许多个长夜漫漫，许多个灯火通明，许多紧张、担忧、沮丧、不服输的情绪，还没来得及细想，嚯，建成了！离别之际，我对这里有许多的舍不得。看着平整的路面和安静处理的医院，就感到他们如同我亲手建造的一样。接下来，我们把它托付给香港同胞，也是把所有曾在这里奋斗的建设者的热血、意志和能量交付给了香港同胞。